近日，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相关海域启动，中俄双方将围绕多种科目进行红蓝对抗演习，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演练。相比第一阶段演习，这次演习有何重点？与此同时，中俄海警也举行2024年联合演习，并将开展两国首次北太平洋公海联合巡逻。此次行动有何意义？来看看报道。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开幕。北部联合2024第二阶段演习开幕式21号在俄罗斯某军港码头举行。据了解，第二阶段演习将在日本海及鄂霍次克海相关海域进行。中俄双方将围绕编队联合防空、舰机协同反潜、编队对海作战等科目进行红蓝对抗演习，并开展实际使用武器演练。这几天，我们与俄方就第一阶段演习经验进行了总结交流，并对第二阶段演习中的兵力协同和实际使用武器等细节进行了全面的协商，为接下来的实兵行动打下坚实基础。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告诉深圳卫视记者，相比起第一阶段演习，第二阶段演习将会更加复杂，难度更大。快速发现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快速进行编队体系的情报交换和实际使用武器演练将会是这次演习的重点。现在你发现的是来袭的目标，也就是它这个导弹是要对你进行攻击的，或者是潜艇是要对你进行攻击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就是目标是对你构成威胁的。你首先要能够快速的发现目标啊，就敌我识别，因为你是一个编队，或者是你是一个作战的体系，包括空中的飞机、水面的舰艇、水下的潜艇，它是一个体系。你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快速的进行情报交换。此次参与演习的中方海上兵力由4艘战舰，包括导弹驱逐舰西宁舰、无锡舰、导弹护卫舰临沂舰、综合补给舰太湖舰以及3架舰载直升机等组成。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的演习视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在演习中与中国海军舰艇于日本海进行了导弹和舰炮射击演习。此次俄罗斯方面有超过15艘战舰参加演习，包括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2019年发表的新时代中国国防白皮书对解放军演习代号的介绍，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系列联合实兵演习是结合各战略方向的使命任务，所以北部联合2024着眼的是北部战区所面临的战略使命，与相关武装力量联合进行的军事演习。去年7月，解放军北部战区在日本海中部组织北部联合2023演习，俄罗斯军队也派出海空力量参加。曹卫东认为，虽然区域有所限定，但从军事力量或者军事能力来看，体现了双方的合作。另一方面，从演习的区域来看，基本上还在中俄两国附近的海域，表明了此次演习是为了维护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在这个区域里边进行了相关的演习，显示了你的防空反导的能力、你的反潜的能力、你的反舰的能力、你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就是告诫啊，对这个中俄有海上，就是对中俄两国呀，有这些对海上方向啊或空中方向啊心存不轨的这些国家或者军事集团啊，他就要注意了，因为人家有能力把军舰派在这块，在自己的当面像这个钢铁长城一样筑起来，实际上对震慑呀，就是挑衅者或者是对这个中俄呀有图谋不轨者啊，就是一种有力的震慑。在中俄军事力量展开联演的同时，16号至20号，中国海警眉山舰和秀山舰组成舰艇编队访问俄罗斯，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域举行联合演习。联演结束后，中国海警眉山舰、秀山舰与俄罗斯海警勘察加彼得罗巴普洛夫斯克号、勘察加号巡逻舰组成舰艇编队，21号赴太平洋公海开展联合巡逻，这也是中俄海警首次赴北太平洋联合巡逻。太平洋是一个公共的海域，谁都去得的啊。我们将来还要更好的利用北极航道啊，就是作为自己经济发展、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值得注意的是，21号举行的美日印澳司法安全对话峰会，4国宣布联合巡航计划，各国海岸警卫队船只将集中在南海及其周边水域轮流进行联合巡逻，预计将于2025年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又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并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一贯主张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更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任何地区倡议都要顺应地区大势，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拼凑封闭排他的小圈子，损害地区国家的互信与合作，与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繁荣的亚太大势背道而驰，注定走不远，更走不通。曹卫东对深圳卫视分析，美日印澳4国都是南海的域外国家，插手南海问题搞所谓联合巡逻，真正目的在于把自身的军事力量安插进来，这只会破坏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他们都是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推行自己的这个就是所谓亚太战略，要威胁他国。在这里兴风作浪，一个是在这里要驻扎军事基地，第二呢就是搞军事演习。这实际上呢是把域外的军事力量向这个区域里边染指，那么威胁到这个南海周边国家的安全，挑动南海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不管是在仁爱礁还是鲜滨礁，菲方看到了中国的立场，中国的底线是不会改变，所以呢，菲方在进行其他的尝试。而在联合国的平台上，首先菲律宾是希望能够营造一种叙事，要把这个挑动南海出现更多冲突动荡的这样的一种责任来推到中国身上，向中国身上泼脏水。从菲律宾的考虑来说，只要保持南海问题的热度，就有可能为下一阶段的行动来进行铺垫。外界注意到，即将亮相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还有连续第2年现场参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但相较去年美国舆论的大版面、大篇幅关注，今年的舆论氛围由于美国大选而冷淡许多。于是泽连斯基选择自行造势。Зараз летимо в Пенсильванію, особливий візит, потім Нью-Йорк, Вашингтон. Украї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ах план перемоги. Першим його побачить泽连斯基22号一抵达美国，便赴宾夕法尼亚州一家兵工厂参观。这家名为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正开足马力生产乌军最急需的155毫米口径炮弹。白宫安排泽连斯基参观这家位于摇摆州的老牌兵工厂，是为争取那些不支持军援乌克兰的美国选民，告诉他们军援资金其实大多流入美国军工企业，就业岗位也留在了美国。但对于泽连斯基希望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外援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美方却不愿松口。Have you made your decision to allow Ukraine to use long-range weapons? No. 根据官方日程安排，泽连斯基26号将在华盛顿与拜登、哈里斯等人会面。白宫方面说，拜登和泽连斯基将讨论俄乌冲突、乌方战略规划及美方援助等议题。此前还有消息指，泽连斯基还将当面向特朗普介绍胜利计划。舆论估计，泽连斯基此次访美之行大概率会失望而归，而他本人似乎也心知肚明。泽连斯基出发前接受美国知名杂志《纽约客》专访时，无奈表示，他的胜利计划是为了获得美方支持而设计的。如果美国总统不愿支持，他也不能强迫拜登。他还声称，计划中将包括有关乌克兰快速加入北约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表示，除非打赢战争，否则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而他领导下的北约被认为是美国战略的忠实执行者。